最近似乎时常在下雨，湿哒哒的感觉总有那么一些不好受。各位出门的时候记得要准备一把雨伞，以备不时之需哦。今天和大家说的故事也和下雨天有那么一点点关系。它是个时常在下雨天出现的妖怪，悲惨的故事造就他如今一场血腥的杀人手段。大家好，我是西哥，今天要和大家聊聊的妖怪是鸡飞子。那天周六下午，我在家里吃完午餐之后，收拾一下书包，就准备去补习班。虽然很不喜欢那里，毕竟班上的恶霸总喜欢拿我当作玩笑，但爸妈认为那只是小孩们之间的打闹，从来没有理会过我的抱怨。天空由晴转阴，落下了滂沱大雨。我同样也很不喜欢下雨天出门，可没办法，今天糟透了。我一边前行，一边小心翼翼地闪躲路上的水坑以及车辆溅起的水花。就在走天桥的时候，下方不远处的某个身影吸引了我的视线。明明雨势这么大，大到视野当中几乎雾蒙蒙一片，却有个人淋着雨一拐一拐地拖着某个东西前进。她看上去应该是个女生，因为头发长长的几乎到达腰际，身上还穿着脏兮兮的白色洋装。我想说她可能是某个忘记带伞的奶奶，或是脚上有伤的人吧。一股从心底油然而生的同情感，我加紧脚步，迅速走下天桥。虽然我真的很不喜欢淋雨的感觉，但我想对方此时比我更需要这把伞。可就在我逐渐靠近时，一股毛骨悚然的感觉从我的背脊一路凉到后脑勺。我本来以为对方应该是拖着布袋，还是什么玩偶之类的，当我看见他走过的路上有着一条长长的血痕。虽然大雨很快就将痕迹冲刷掉，但随着距离越来越近，血痕也越发清晰可见。沿路上还能看到一些类似肉末与皮肤的物体，直到我俩距离大概几公尺时，我才知道他拖着的并不是什么布袋，更像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类。但这样说也不太对，因为以一个正常人类来说，他看上去有点太扁了，不可能有人以被拖行的方式磨平。那种剧烈而漫长的疼痛，怎么可能有人忍受得了？除非是被强迫的，而且施暴人的力气大得夸张。想到这里，我停下了脚步，颤抖的双脚让我无法继续行走。即使想要转头就跑，但我错过了自己的能耐。左脚翻右脚，我瞬间跌坐在地上，整个裤子都被地上雨水染湿了。也因跌倒而下意识喊出声音，那一瞬间，四周陷入寂静。就连大雨的噪音也消失全无，在我的耳朵里只剩下自己心脏剧烈的跳动声。从雨伞的边缘下，我看见那个拖行人类的女人缓缓转过身子，双脚转而朝向我的方向。我知道她现在正看着我，我尽力保持不动，自顾自以为这样就能躲过一劫，但手却不听话的慢慢抬起雨伞。那女人的身形一点一滴显露出来，她双脚赤裸，右脚扭向诡异的角度，四肢上下都是伤痕。随着雨伞一点一点的抬起，我看到了他的脸上跟四肢一样到处都是伤痕，但嘴上挂着大大的微笑，嘴角几乎撕裂到耳根。这样的场景让尖叫声几乎挤到了我的嗓子眼，却只能发出近乎窒息的呻吟。不一会儿，那女人应该说那东西发出了非人类的嚎叫之后，以骇人的速度一拐一拐地朝我冲过来。当下我没有任何脱困的办法，只能本能地闭上眼睛，举起双手横在身前。过了好几秒，想象中的疼痛并没有传来，我半眯着张开眼睛，只见路上依旧倾盆大雨，那怪物与被拖行的人类却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好似全都如同一场梦般。而地上那逐渐被冲刷消失的血迹，则是整场噩梦的唯一证据了。鸡飞子是一个由人类的怨念形成的妖怪，其日文名称为 Kiko， 读音又类似于 Kiko， 意为拖着孩子。它有几个明显的特征，都会穿着破烂的白色衣物，一拐一拐的前进，脸上布满伤痕，头发极长，身材高大。而最大的特征则是脸上那令人震慑的血盆大口，以及将人拖行自食的行径。传说中，鸡飞子人在人世时
名字叫做森基妃子。原本是一名长相甜美、身材姣好、成绩也十分优秀的3好学生，备受师长们的疼爱。但这正也成为了他招惹不幸的原因。班上的其他同学因嫉妒森基妃子时常对他做出霸凌的举动，桌上被涂鸦，椅子上放图钉，拖到厕所殴打都是家常便饭。有次更是将对方带到操场上后，以面部着地的方式在田径跑道上拖行，这也因此导致森基妃子的面部毁容。他几度哀求爸妈让他转学，但他们认为这只是森基妃子不想上课的借口，孩子间的打闹不可能会有多严重。因此面对不愿上学的他，一次次的暴力相向，直到最后森基妃子也开始有了自虐倾向，往往身上的伤口还未愈合，就拿美工刀开始切割身体，甚至是眼睛与嘴角。最终他因为精神崩溃，在杀害了长期殴打自己的父母后，跑到深山里自杀了。死后的森基妃子化作妖怪，开始出没在下雨天里，袭击那些走在路上的学生们。只要学生们遇上他，就会被基妃子的怪力扫倒在地，接着他会抓住你的脚踝，开始一路拖行，无论你怎么求救，怎么挣扎，最终声音都会渐渐消失，连带身体被拖行的血肉模糊，成为一滩绞肉。但有一说是他只会袭击那些曾经霸凌过别人的恶霸，不会对一般民众出手。所以对于那些遭受霸凌的受害者来说，基妃子并非妖怪，而是替他们复仇的精灵，即使手段异常血腥。而如此形象鲜明的基妃子自然也有其弱点。首先，因为她曾经有着绝好的容貌，如今无法接受自己被毁容的脸蛋，只要用镜子一类的东西让她看到自己的脸，基妃子就会自行消失退散。再来，拖行这一行为虽然是她杀害别人的手段，却也是她记忆里的恐惧。只要威胁她说我要拖你喽，她就会因厌恶而离开。其次，虽然她制裁着那些霸凌者，但对于她来说，当初那些霸凌她的同学就是她最害怕的事情，因此基妃子不会袭击那些与他们同名的孩子，只是至今没人知道那些人的名字为何。最后就是同为受害者的份上，基妃子不会袭击那些饱受欺负的人，而这也是上述故事那名主角大难不死的原因。而那些被基妃子找上的人们，在经历长时间的拖行之后，尸体会被集中放到一处无人知晓的地点，而那里也被认为是基妃子自杀的地方，因此从没有人发现被害者的遗体。故事说到这，希各位想稍微聊一下关于这起都市传说的背后含义。基妃子是约莫2000年时在日本网络上开始盛行的都市传说。事实上，森基妃子如果倒过来念就是也就是家里蹲、简居族的意思。基妃子的存在所反映的正是现代社会上层出不穷的霸凌事件。大多人的童年生活一定都经历过霸凌与被霸凌的阶段，霸凌者当下所想的只是做出一件很有趣的事情，但这件有趣的事情却极有可能在对方心里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。别看我这样，西姑小时候也是时常被霸凌的孩子，各种原因大概就只是因为跟其他人不同。当然事情过了很久，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只会被欺负的孩子了。但有一次和朋友聊天时，基于好奇，我和他提起了以前自己被某位同学霸凌的感受，只是对方的回答在我心里留下了一辈子的记忆。你闹被霸凌啊，那只是大家好玩而已啊。总之呢，希望大家可以一起阻止这些事情的发生，无论是对于子女的教育，还是作为旁观者的出手。希望基妃子这位身世悲惨的妖怪会随着霸凌事件的减少，而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记忆里。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边，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关于影片内容的看法，喜欢的人也可以投个感谢，那对我来说会是很大的鼓励哦。如果喜欢我的频道，请别忘了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最新的一篇哦。我是西哥，我们下次见。